大家好，今天分享散文《真实的农村，人性的荒漠》，作者曾经。人人都说家乡好，其实我一直不怎么喜欢我的农村老家。去年看到一则新闻，某地一个在外打工的儿子请7天假回家看望病危的父亲，2、3天过去，父亲仍没有死。儿子问父亲：“你到底死不死？我就请了7天假，是把做丧事的时间都算进来的。”老人随即自杀。儿子赶在1周内办完丧事，回城继续打工。看到这样的新闻，其实我并不感到特别震惊。在我的记忆里，农村就是这样的。其实我没有想到，过了这么多年，人心还是这么坏。我在农村生活了21年，直到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才真正离开。从过往经历看，我隐隐觉得讴歌农村的都是酸腐文人，真实的农村没有田园牧歌和淳朴民风，有的是尔虞我诈、欺善怕恶、弱肉强食。不客气地说，在我从小见识的农民中，冷漠小气，因为嫉妒而心态扭曲，是其中不少人身上的标签。至于兄弟相残、父子反目、姐妹成仇等现象，更是屡见不鲜。贫穷的乡村里，什么故事都有：继父睡继女，老公婚外情，老婆偷汉子，叔叔毒死亲侄子，父亲服毒，儿子不施救，子女不赡养父母，将年迈父母赶到猪栏居住，都是真实故事。某台有个栏目叫真实故事，我妈最喜欢看。我有时对她说，不用看了，回老家拍剧，每天一个真实故事，可以拍1年，每个不重复。我妈听了很不高兴，但真实乡村的人生百态就是这么荒诞而丰富。穷人在农村体会不到尊严和温暖，越穷越受欺凌。当然，越穷越不讲理，越蛮横霸道的也有，但主角必须是那种性格强横、身强力壮的，更多的是越穷越受欺凌。农村本就不富裕，而一些人要么因为头脑不灵活，要么因为身体有缺陷，要么因为性格不合群，而比一般人更穷。穷就会自卑，就会懦弱，所以容易受欺凌。在我记忆中的农村，无论老少，有修养、讲文明的不多。单亲家庭的孩子、随母改嫁的孩子、服刑犯的孩子、非亲生被抱养的孩子，是最容易被欺负、被凌辱的对象。家庭越弱势，越是身体有缺陷，越是缺乏关爱，越是容易被奚落、取笑、欺凌。小时候，一些顽劣的小孩欺负、取笑残疾、智障、单亲的小孩，有些大人见了也不制止，甚至带头参与。村妇在背后议论是非，传播丑闻，乐此不疲。也许是乡村娱乐生活极其缺乏，而生活圈子又太窄，一点点是非琐事、家长里短，2、3天就能传遍整个村子。熟人社会有时非常可怕，过去是这样，现在不知道有没好点。毕竟我已经离开多年，也许现在有所改变了吧。记忆中的温暖和爱只来自父母，而不是农村。农村是熟人社会，以宗族血缘为纽带；城市是陌生人社会，住在同一栋楼，也可能对面相逢不相识，住满10年，也可能从未踏进邻居的门。我比较适应陌生人社会，管闲事的人少，互不干涉，自得其乐。农村人嫌贫爱富的不在少数，他们在权贵面前奴颜卑膝，所以权贵富豪往往觉得农村人老实，但在比自己更弱势的人面前则趾高气扬。经过帝制社会几千年的专制统治，农村怕官怕富，又仇官仇富，平时害怕，
但一有机会就恨不得置所有权贵富人于死地。农民的老实懦弱与狡猾凶狠是人性中的一体两面，往往同时存在于同一人身上。为什么历史上的造反、起义和某些群众性运动破坏性那么强？就是充分调动了农民内心深处的暴力之气和人性中的恶，一旦爆发，不可抑制。听奶奶那一辈的老人讲过，当年斗地主都是恶狠狠地往死里整。帝制社会里的农民，平时是容易统治的顺民，一被煽动就是最可怕的暴民，无恶不作，没有底线。村妇的吵架是世上最恶毒诅咒的大集合。我就是听着村妇的吵架，看着村民们打架长大的。田间地头，为了争夺一点水源，都能破口大骂，大打出手。打架和对骂是农村日常必备娱乐之一。为了一点蝇头小利，村民们能动起刀子。在城里老实巴交，屁也不敢放一个的农民，面对同宗同族的兄弟，却能异常凶狠。为了争夺屋前屋后的一寸宅基地，相邻放养的一只鸡鸭鹅的归属，他们能大打出手。兄弟之间比邻而居，一方禁止对方房子的屋檐滴水越过排水项的中线，这不是故事，这是真事。每到插秧季节，因为稻田蓄水问题，就是谁的稻田水多一点，谁的稻田抢先蓄水影响了别人，以及田埂堆筑问题。两家的稻田相邻，有的人总爱把中间的田埂向己方开挖，以便多占一点面积，都能引发无数场对骂和十数场打架。现在农村大多数人出去打工，耕田的人少，类似事件可能大幅减少了。都说尊老爱幼是中国的优良传统，有时说起来却觉得并不是那么理直气壮。也许爱护弱小只不过是人类天性，在这方面似乎中国并不比其他国家做得更好。爱幼倒是普遍现象，但虐幼害幼也时有发生。至于各种形式的虐老害老，深究起来，那可真是触目惊心了。农村的老人，尤其是贫困家庭的老人，活得卑贱而无尊严。很多人将年迈的老人视为包袱和累赘，内心希望老人早死，有的甚至宣之于口。在农村，死个70岁以上的老人，就像死条狗一样平常。前年我有个亲戚病逝，前来奔丧的人中，有几个人毫无悲戚之色，连装也不想装一下，居然还在丧礼上谈笑风生，打扑克牌，玩游戏。老人死在家中，被视为一件晦气的事，所以年迈行动不便或患病的老人，往往被赶到老屋居住。没有老屋，搭个茅棚暂且容身也是常事。很多老人就在老屋或茅棚孤独清冷地熬日子，直到死去。逃离令人厌恶的乡村，是我读书的重要动力。我至今仍然认为，农村只适合远观，不适合深入，只适宜度假，不适宜常住。讴歌美化农村的言论很多，农村有千百面，也许我看到的只是某些方面。但总的来说，经济越发达的地方，人类的行为越文明。古人说，苍饮食而知礼节，衣食足而知荣辱，诚不我欺。本文不想单纯停留于批判农村的不文明，我想，农村不文明现象比城市更多，符合人性和经济学规律。农村的资源比城市更紧张，为了争夺赖以生存的资源，农民没有动力讲文明，他们必须锱铢必较，将有限的资源用在能产出效益的人身上，通常是年轻年幼的，只不过是理性经纪人的正常选择。10年前，
老家65岁以上老人得了重病，极少送医院诊治，15年前则基本没有。为何？因为子女认为，活到这个岁数，如果不能产出效益，也该死了。得重病后，与其送医院浪费钱，还不如把钱省下来，改善子孙的生活。近几年，农村合作医疗普及，费用报销结账也更方便，老人得病后送院的也渐渐多了起来。有时候想想，对农民也不能责之太苛，道德需要物质保障，脱离现实讲道德只不过是空谈，趋利避害是人性本能。也许所有不文明，究其根源都是穷之过吧。只有这样想，才不至于对人性太失望。好，刚才分享了散文《真实的农村，人性的荒漠》，作者曾经，感谢收看。